4届上海杯象棋大师邀请赛女子半决赛的焦点对决是由红方特级大师陈杏林对阵黑方9冠王唐丹。开局选择中炮进3兵对屏风马的流行开局。黑方先选择飞象，再选择挺3卒，红方炮8进4，唐丹选择拱边卒克制红方的边马。这里红棋选择平炮压住。这个局面下是勾引黑棋走一个进车捉炮，如果这样下，红方可以炮打卒打车取得优势。好像是黑棋有一个卒5进1的手段，继续保持车捉炮的威胁，但红方可以车9平8，要求对吃。那么如果交换之后，红方还有一个捉马的先手，黑方此时如果走巡河炮保住，看起来不错，还能掩护中卒。但红方有一个车2进6的妙手，接下来辅有炮打象一将，再吃车，然后砍炮取得优势。所以黑方呢，赶快选择补士。但红方有炮3平8的手段非常精妙。很明显辅有炮8进3下底叫将，黑方很难忍受。那如果选择跳中马呢，这里红棋有直接弃车砍炮的先手，黑方只能采车，红方再选择吃中马，依然是辅有下底炮叫将抽车。那无论是黑棋选择落象补防，还是选择把车退回底线，红方都可以考虑走一个平车过来，将黑方的无根车炮给拉住。以下红方可以炮打中卒打马，再炮5平2简单得子，显然红方呢是大占优势。因此这个局面下，黑方是万万不能走车1进3的这个容易吃亏。所以实战当中，唐丹选择炮2平1是非常冷静且正确的走法。实战当中，红方横车，黑方直车，红方再走车9平7，准备要对兵。唐丹选择棋和车，红方顺势选择兵7进1好棋。这步棋呢，可以说是红方打开局面的关键。利用7路炮对兵的掩护，黑方不能用车来吃，所以只能用卒冲过来。红方顺势跃马，下步棋辅有马4进6踩车踩马这样的先手。所以黑方呢，赶快选择退车防守一下。那这个局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红方应该走车2进6，先压缩一下黑方的车炮空间，然后再考虑吃卒。那么黑方的卒呢也不好逃，下步棋被红方简单吃掉，红方就可以稳持优势。比如黑方此时平炮对车，那红方就简单对了，再把这个过河卒呢一吃，显然呢是红方控制局势。黑方如果选择躲卒呢，这里红方有一个炮7平6的好手。这里不要打卒，这个卒呢留着将来红方的车伺机可以吃进来。那么红棋这样一平炮，抓马是一个明显的先手显然呢是红方占优。所以这个局势红方应该先走车2进6，实战红方直接选择吃卒，被黑方来了一个4线牵牛，红方呢有些被动。实战赶快选择抬车，黑方顺势挺卒，利用4线牵牛的这样一种牵制，黑方挺卒活马的同时准备继续冲过来红方呢这个车马兵非常的危险，所以赶快平车，黑方再选择补士以静制动，红方走一个马9进7。行棋至此，双方已经进入终局的混战，黑方考虑走车2进2更为严谨。实战黑棋走了一步退炮，其实是给了红方机会的，红方应该抓住机会走一个炮7平6。由于黑方的车呢在险地，他不选择避让，所以这步平炮呢非常的恰合时宜。因为黑方不能走马3进4，否则红棋有车7平6顶马的同时踩车踩马的威胁，所以这个棋黑方可能只能回车去防守。但是当你回车的时候，红方正好有一个车3平8的腰对，可以说呢是恰到好处。那这样的红棋通过对车把车对掉之后，继续保持车吃马的先手，与黑方抗衡可以说呢双方是各有千秋的。但可惜的是，
红方实战当中没有平炮，而是走了一个马七进五呀。这个棋呢想勾引黑棋，希望黑方来打马，这样的红方可以跳马冲进去抢先手。岂料呢被黑方进卒一拱，红方的马呢没办法，又要选择退回来。黑方再走车8进3，可以说呢红方进而复退之后，被黑方连续走了2步有效率的棋。那显然接下来呢黑方准备要白打一马红方呢已经陷入非常难下的境地。但陈杏林呢也不甘示弱，面对极为困境的局面，选择兵5进1，这是一路非常顽强的走法。虽然黑方可以打马形成得子，但红方兵5进1冲上去之后，还是对黑棋有一定的杀伤力和攻击力。黑方此时选择吃掉，因为他不担心你吃炮啊，黑方可以车8平3，这样的话呢交换之后肯定是黑方占优。所以红方呢兵3进1冲过去是必然的下法，下不棋准备继续兵3进1，非常的厉害。黑方肯定是不能飞，也不能用车吃，否则红方都是直接杀上去。有中炮的一个牵制，黑方呢还是要万分小心。这里唐丹选择车8平4是非常正确的，避开红方兵3进1的威胁。那么此时双方呢对攻非常的复杂和激烈，该如何选择呢？红方此时还是应该兵3进1，是更为冷静的走法。那么实战呢陈杏林选择剑走偏锋，兵3平4，兵行险招，看黑方如何应对。这里黑方正确的走法就直接把这个兵踩掉，其实呢是完全无妨，可以占据优势。好像是红方有一个车7进1的妙手，强行抓车，好像黑方很难办呀，因为你不敢吃车，否则这边杀象就杀齐了。但是黑方正好有一个车4平5的妙手可以化解，因为红方的中炮被吊住，他打不起来，同时呢与你对车，红方也没法去躲了只能选择接受。这样交换完之后，黑方依然保持多子的优势。红方以下有一个马7进8，是比较厉害的攻击手段，但黑方可以马3进5逃跑。这里如果你送炮将我就吃掉你，杀象将我就落士也没事，你直接杀象将我也是落士，也是不成棋。红方更为厉害的走法呢是马8进6，准备有卧槽的威胁，但黑方可以羊角式化解。这样的黑方总是有办法呢可以去应对，比如红方进车准备威胁黑方的中马黑方呢可以忍一下，形成一个连环将来呢还附有平炮打车的反击。应该说呀，黑方保持住了多子的优势可以呢稳操胜券。但可惜的是，在实战当中，由于本局呢是加赛快棋，双方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所以唐丹呢在这个局面下也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选择直接踩兵，而是走了一个车5平4。理论上来说，黑方这步棋呢是问题很大的。红方其实可以完全不理，看起来黑棋2个车刷底士非常的厉害，但实际上红方可以直接吃马，完全置之不理。你杀士一将我就上帅，正好有一个马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掩护，你黑方无法成杀，而且你短时间无法形成有效的攻杀。反观红棋可以杀底象，迅速入局，黑方想解杀已经是非常困难，只能走一个平车。那么红方呢可以吃炮再得一子，形成这样的局势，黑方的攻势其实已经被化解，红方显然是大占优势。最简单的，红方可以冲兵冲兵再冲兵，连续冲几步兵下去这个棋黑方呢都已经是招架不住。显然如果这么下红方是可以速胜的。但很可惜的是，陈杏林错过了最为简单和简洁的取胜方式，他没有去吃马，而是惯性的思路，看到对方双车抓底士呢，就直接选择了补强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黑方看到这个棋吃马太厉害了果断呢选择回马去避让，
同时守住底线。虽然红方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此时吃炮之后，马抓车又是一个先手，红方的优势依然很大。这里黑方不能前车平3，否则红旗有跃马踩双车，所以黑方实战呢，只能是选择进车2步先别住，这样红方再把车平回来，将自己的马炮全部生根。可以说红方经过刚才的这样一种攻势，把丢掉的大子得回来之后，是取得了明显的占优。黑方没有什么好棋可下，实战走了一个炮1平2，这样红旗呢轻而易举的又破掉了底象，进一步扩大了优势。唐丹当时可能有些方寸已乱走了一个后车平5。那么红方呢再选择简单退车，可以说此时红方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但唐丹呢毕竟是经过大场面的，已经是久经沙场老将，他呢很快调整了心情，继续投到棋局当中。此时他走了一个拱边卒，看似是闲庭信步，但是呢带有一定的等待意味，看红旗你如何进攻。红方一时也没有找到太好的一个进攻方向。其实红方如果不知道走什么，也拱一个边兵就很好。拱边兵，你要是不拱我就拱过去慢慢走，你要是拱过来呢，我这个马就可以冲出去，将来呢是一个很好的侧翼进攻。那么实战呢，红方走的是平兵，这步棋呢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给黑方设下了陷阱。黑方此时是不能去吃中兵的，否则红方有一个炮7平1，非常的厉害。这边吃马的同时伏有下底炮的叫将，那你这个马不能眼看着被吃那丢一个大子呢，这棋就更没下了。那如果你选择逃，红方下底炮1将，你如果选择马6进8那我这个车呢下底叫将抽你的2个车，这2个车呢都是待宰的羔羊如果你上马呢，我就这白把你吃掉了。你又不能落象你落象我平炮一打，这棋基本上是绝杀的一个节奏并不是丢子的问题了，马上可能就要入局了。所以说这个棋无论黑方怎么下都是呢很难抗衡。实战当中唐丹非常的能忍耐他呢并没有冲动去吃兵，而是走了一个车5平6非常的淡定，在劣势的情况下表现的极为顽强。红方一看暂时无法打开局面，就走了一个平炮，想要去吃马交换，黑方肯定是不肯，因为你这个棋换完之后红方这个马呢就活了，将来可以马7进6了。所以黑方选择马3进2，是考验红棋的关键。那么这个局势我认为呢是中局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红方这里应该选择把车探进去。这步棋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毕竟呢自己的马炮都在黑方的攻击范围，强行把车点下去那么如果你要是吃马，我就吃炮，换子之后红方也是大优。那么如果黑方选择吃炮，红方怎么下呢？很简单，马7进6，这步棋很大，相当于一个大子那么大。因为踩车，黑方的车左右动，我就要吃你的炮。如果你选择退，红方呢正好强行踩象，非常的厉害。这个棋呢把象踩掉之后，那么你显然如果用车吃，你要面临丢车。那么如果你踩上来，我下底1将在兵5进1，这个棋红方的中路攻势是非常的强大，黑方呢其实也是招架不住。所以呢这个棋如果这么下红方呢可能就是一个速胜了但很可惜，陈杏林呢再一次错过了比较简单的一个赢棋方式，他选择了炮8平7这步棋应该说呢是有问题的，被黑方炮2平3一套，整个棋路线呢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弱点。这样呢双方几乎是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红方很是痛苦，刚才那么大的优势似乎呢又被黑方给扳过来。所以呢这个棋红方当时觉得这个棋必须呢要有所决断了如果再这样柔软下去如果再这样防守下去，那么棋路线的弱点很难解决，甚至是呢面临丢子。所以红方当时实战选择了非常凶悍的走法，直接选择了炮打中象，准备与黑方决一死战。那么唐丹呢果断吃掉，红方的后续手段就是炮7平5立中炮，黑方再吃掉一个大子。但红方呢也是有自己的计划，
此时陈杏林选择下底将军，黑方只能垫上，再选择吃，黑方只能舔出来。红方再选择平车将，这里黑方不能进将，如果你进去，那红方呢正好出一个老帅，正好形成了一个铁门栓的绝杀啊，黑方呢无法解救，你打象将没用啊，他就上去了。所以说这个棋呢走到这里啊，黑方是只能走一个羊角式，这样红棋可以杀士一将，老将进不去，只能垫炮。红方吃马，下到这个局势，双方呢已经是精疲力尽，因为呢非常复杂的这种战斗，而且还是加赛，双方已经是连续战斗了几个小时。黑方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简洁的取得优势的手段，就是对车。这样呢红方也躲不开了，只能呢选择接受，把这个车对调之后，那么黑方呢将取得多子的优势，这两个对头兵呢至少能吃下来一个啊，形成的马炮卒对炮士相权啊，黑方呢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残局获胜。那么实战当中呢，唐丹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啊，他没有选择简单去对车，先走一个平车站肋，那么红棋呢就平车抓士，黑方摆中炮好棋，这里呢给对方设下陷阱，搞了一个底式的诱饵，勾引红方去吃。实际上红方啊还是应该摆中车回来，占领中路，这个棋啊慢慢下，其实也不一定很怕，毕竟黑方缺失少象。那么实战的红方已经杀红了眼了，他选择了直接杀底式，这样黑方上老将之后，应该说整个局势呢就在黑方的控制范围。虽然说红方有一个车炮兵，但这个中路呢被黑棋的炮给套住，而且红方不能乱动，否则呢随时有铁门栓的杀招。现在啊黑方这个炮打中兵就非常的厉害，所以红方没办法，赶快呢把这个炮给粘住。那么唐丹呢非常有经验，选择退车咬住对方的中炮啊，你一走呢我就继续粘。双方呢走了几个回合之后，红方选择补象，黑方就回马踩炮。其实啊这个局势呢，红方考虑走一个炮5平6啊，淡定一点就可以了。红方虽然少一个子，但这个过河卒啊很大啊，关键黑方呢他缺失少象，红方呢其实战斗下来呢也是完全不惧黑棋的啊。但实战当中呢，红方走了一个炮5进1啊，那么人家一抓呢，这样选择平过来，感觉呢没有刚才舒服啊，有些尴尬。那么黑棋呢顺势摆一个中车，那其实如果刚才平呢，他就没有平车抓中兵的棋，因为这个车在这儿啊，他就难以对红方的中兵呢形成一定的威胁。双方呢走了几个回合啊，走了几个回合之后呢，黑方选择强行发力，走了一个马3进4。红方这里其实可以考虑去平炮的啊，这个平炮一走啊，其实黑方依然是落后的一方，因为你现在必须要换啊，你不换的话，我炮9进1把你的中炮给消灭了。那么你要是换掉呢，我这样一吃完之后我是车兵，虽然你黑方是车炮，理论上多一个大子，但是你没有士象，将来还有2个这个对头兵啊。红方这个车兵呢是比你这个车炮要厉害的啊，就这个棋呢，红方如果这么下，应该说呢是大概率能够取胜啊，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红方明显好下。那可惜的是啊，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呢，双方呢都犯了一些失误，红棋没有去平炮去交换，而是走了一步退炮。那么黑方呢继续跟，红方依然有机会选择炮分边啊，但是呢有多种机会的情况下呢，红方都没有那样去选择，而是走了一个炮6平5。那么黑棋呢就选择跳马。下到这个局面可以说是残局阶段给红方的最后一个机会，红方炮5平8强行送炮，其实这个棋啊都是足可一战啊。比如说你吃了我的炮，我就把车退回来，准备去叫将啊，我用车兵跟你的车马炮光将区都可以去战斗一下啊。那么现在我要叫杀，你怎么办啊？你这个炮是平呢，只能平到车这边啊，我可以考虑兵5进1。如果你动炮，我依然可以考虑兵5进1冲下去。那么你要吃我的兵，我就吃你的马，这个棋呢你是很难赢的，因为你是光将啊，单车炮。将来我就算吃掉一个兵卒，过去一个兵啊，你黑方都会非常的害怕。那这种棋你要是不消灭我的兵冲下去呢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棋啊黑方呢依然是不好赢的啊，这个棋有难度的。但可惜的是红方当时呢走的是象5进7去憋住，这棋就坏了。此时黑方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啊，选择了回马踩车踩兵。这一脚蹬下来啊，
那么红方呢就实在没办法了啊！如果选择退车，黑方可以炮打中兵一将，这里不能补啊，否则杀棋只能去调士，这样呢黑棋再选择跃马。那么红方的过河兵被消灭，车炮还被牵住，还少一个大子，这个棋啊就不能与黑方抗衡了啊！黑方呢就最简单的啊进马踩兵慢慢下，这个棋呢红方也招架不住啊。那么形成这样的局势啊，应该说呢红方就是必败了。所以实战当中呢，红方一看退车也不行啊，人家打中兵实在是太疼了，这个中兵呢实在舍不得，他呢就走了一个平车。但是啊这样下呢结果更糟，庞丹简单把中兵给踩了，这个中兵啊终究还是没有保住。那么中炮呢失去了中兵的掩护啊，也处于一个无根的状态。那么红旗当时呢走了一个炮五进一，此时唐丹非常豪爽，马五进四啊，可以说呢抓住机会选择进马之后即形成了绝杀。以下呢黑方有车扔底线的铁门栓，以及马四进三卧槽马的双向杀棋，红方呢已经是被绝杀无解，无奈只能选择投子认负。那凭借这盘棋的胜利，唐丹呢是惊险的击败了陈杏林，闯入了最后的决赛。